來關心到的是只關鍵礦產依賴中國大陸而已嗎？我們看到的是美國現在對於中國大陸科技上面的依賴，一方面它要圍堵中國大陸的 AI， 一方面又要讓微軟它可以降成本的導入 DeepSeek 來做使用。這到底怎麼一回事？今天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。美國最近呢暫緩了，本來呢對打這個科技戰都打的力道非常的大，但是為什麼呢？最近暫緩了 DeepSeek 還有長江存儲等100多家中企，不把它列入在貿易的黑名單當中了。表面上他是說呢要降低這個中美之間的科技紛爭，但是更深層的訊號，我們現在看是不是美國再也打不動了呢？原因跟微軟又有沒有關係呢？因為微軟現在決定要擴大跟中國大陸的合作，從2方面來着手。第一個方面傳出，這是最新的新聞消息。微軟傳出將 DeepSeek AI 的這個模型給導入在他們的企業的平台當中，並且呢，它如果說要降低在 AI 的這個成本算力的話，它會改採一個新的計算的這個模式，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，微軟要深耕在中國大陸的市場，也就是把他們的 AI 的雲端服務給賣給中國大陸。那事實上，中國大陸確實也有跟微軟買它的雲端服務，這一家是字節跳動，光是每一年支出給微軟的金額就高達了10億美元，所以可以看出中國大陸跟微軟之間的連結還是相當深的。美國這時候暫緩對中企的制裁，是不是也是要幫助微軟可以去使用更多中國大陸的 AI 系統呢？等一下會來一起做關注。微軟的高層其實是非常支持微軟的這個在中國大陸的各種布局的，因為它非常的看好這個中國大陸在 AI 的發展。他說呢，全球最頂尖的 AI 解決方案正在美國西岸和中國大陸的東岸兩邊一同來做打造。唯一把這2個地方連在一起的公司就是微軟。他還讚美了微軟，說把中美之間的關係給反而拉在一起了。好，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楊老師怎麼看？先看美方的動作，他近期暫緩將 DeepSeek 長興儲存納入貿易黑名單當中，是一種戰略上面的轉向嗎？跟微軟跟中國大陸的合作會不會有一些關係呢？還是美國是成本考量，要來讓美企加速卡位在中國大陸的 AI 市場？楊老師怎麼看？我覺得可以分近程、中程跟深程的因素啊。近程其實很簡單哦，也就是沒有錯，就是微軟 Microsoft 它的這個 Copilot 的這個 AI 企業平台，還有那個 Azure， 也就是那個雲端服務啊，這2項都是微軟的，正準備要導入，就是 DeepSeek。而且在 V3 的時候他就這樣想，那現在 V4 出來，他更是這樣想。那所以呢，你現在如果去制裁它，你就會使得整個 Microsoft 這個計劃就會中斷。因此，眼前的因素它暫停，是因為 Microsoft 的游說。那至於像是長興儲存呢，他們會認為說，其實你會讓它更加全力的要去發展自己的供應鏈。因此，在這樣一個競爭情況之下呢，眼前它就先暫緩。那比較中層的因素其實什麼？就是為什麼 Microsoft 它底下的 Azure 跟這個 Copilot 要去導入就是 DeepSeek？那第一個原因，那就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太貴了。貴到他覺得已經 fire 掉、解雇掉很多人了，而使用結果還是太貴。你知道大概 DeepSeek 這個100萬個 token 大概是不到半美元，然後呢，這個OpenAI 100萬個 token 呢，大概是5.5美元，那個價差很大。那同時一個是閉鎖的，一個是開源的。那閉鎖的就是說你要用它，然後呢，它會幫你做調整。那可是開源的時候呢，你會有一個代理的，或者是很多的這個企業會幫你做更多的這些應用。那慢慢會形成一個供應鏈。那所以這個 Microsoft 當然也可能為它在中國的這個市占呢，也在做考慮。也避免就是說，如果這麼做的話，那中國可能會排除掉 Microsoft 這個應用。現在已經面臨到很大的這個挑戰。所以這個是中層的這個因素。那 Microsoft 就說，我跟 DeepSeek 這個合作，就好像有點那個 TikTok 的感覺。我用我的調配，用它的模型，但是我在這邊調配，所有的資料都放在我 Azure 的雲端，所以不會有什麼資料資安的問題。那同時我會完全的 fine tune。但這個東西就像我們當初講那個 TikTok，
這個等於是字節跳動跟 TikTok 之間的關係 ，TikTok 把它的所有東西放在甲骨文，而且都放在德州，但美國不相信就是不相信。但是你覺得它有沒有什麼治安問題？從頭到尾沒有這個問題。哦，這就是一個大國競爭。那比較深層的東西，其實就是將來整個 DeepSeek 跟就是美國的這幾個大的這個模型啊，不要忘記哦，那個 SpaceX 它底下的那個 XAI 裡面還有一個 Gorg， 那個也是另外一個東西。到底這樣一個競爭會哪邊會取得這個優勢？我覺得這個比較深層，而且現在看起來連美國企業都不太買美國 AI 模型的單了。好，這個點蠻有趣的，就是美國自己的企業，微軟大企業不買美國自己的這個大模型，不買 OpenAI， 結果是買 DeepSeek， 這象徵性的意義，還有這個美國政府的動作，我們看到它不懲罰中國大陸的這些不管是 DeepSeek 長期儲存這一系列有沒有一些的關係？賴老師又怎麼解讀？我覺得美國的把這次本來五角大廈所列為黑名單的都拿掉啊，我覺得這個主要的很有可能是美国政府內部的問題。也就是5月中旬啊，川普到中國來訪問，成功了，所以雙方的領導人啊確定了兩國的關係是雖然不是朋友，但是朝不是敵人的方向走。而你五角大廈的行政部門怎麼突然間蹦出這個名單來？那兩邊的這個貿易理事會也不用成立了，也不用開了啊，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絕對會反擊。這代表什麼？美國的國內的自己的行政部門跟不上領導人的變化，因為它是屬於五角大廈底下的一個局，它所制造出來的黑名單，它沒有跟上去。那一看已經變成兩國之間的關係，直接衝擊到兩國領導人的這個達成的這個方向的時候，那當然先拿掉。我覺得跟這一次這個關係不大，跟這個微軟他們的形成的關係不大。微軟如果要在中國大陸繼續生存，它目前開始面對的挑戰越來越激烈了。過去它是壟斷性的，現在它有一個更大的競爭對手，已經開始越來越成熟了，而且越來越成型了，就是華為的鴻蒙。華為的鴻蒙越來越成熟，越來越定型，而且被使用量越來越大了。不只是在手機，其實我們都知道平板電腦，甚至最重要就是我們在最常使用的这種我們的工作機。都開始慢慢的華為已經開始跟這個微軟已經在競爭了。那你這個微軟如果沒有 AI 的話，你憑什麼跟人家競爭？可是如果你用 OpenAI， 它又進不來。然後第二個又太貴，剛剛有明兄講得很明白了，又太貴。那你如何在中國大陸你有競爭力？當然，對於他的公司利益來說的話，當然要使用 DeepSeek。而且 DeepSeek 是本土的企業，它最適合、最了解，它的 data 最大。它的運算方式最強大，在中國大陸來說的話，那對於這個微軟來講的話，當然跟 DeepSeek 的合作是最符合商業利益的。可是它現在的問題是，它要去面對於美國國內的政治上的一些議員對它的挑戰。不過這個問題也不難解決，錢就可以買通嘛。微軟有的就是錢。美國的國會議員表達意見，其實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獻金趕快擺出來。好，所以老師就講到了，這個是美國議員可能會阻礙微軟。那確實哦，這個美國的議員曾經形容，他說呢，中國大陸它現在不斷的在推動它的 AI 發展，可能會對美國的產業構成存亡的威脅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們看到美國的兩家大企業，剛剛我們提到了這個 Anthropic 跟 OpenAI 哦，是眼紅說微軟跟中國合作嗎？這兩家企業開始做示警，他說呢，你今天微軟的這些動作會導致的是智慧財產權遭竊，而且模型遭到不當使用。他說呢，不應該向中國大陸企業出售任何的 AI 模型。將軍怎麼看？我覺得美國這個做法是對的哈。這個中美兩國在這個 AI 科技方面來講的話，當然能夠攜手共贏，是最好的一個方式。那之前美國可能會這次來講會這個暫緩制裁這個中國的 AI 企業，我覺得有幾個原因呢。第一個，他發現制裁是達不到效果，反而你越制裁中國，自己在這方面可能會越壯大。那從最早的他們制裁華為開始，這個華為系統哈，那就沒想到他發展出來自己的鴻蒙系統。那不但發展出來鴻蒙系統，現在鴻蒙的終端用戶已經到達了9000萬戶這麼多，而且每個月還在以10幾萬戶的速度增長。那把蘋果他們那些看得急得要死，所以早知道就合作，雙方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共同擁有這個市場。
那現在中國在 AI 方面，它其實不只是 DeepSeek， 其實我隨便舉一些例子，包括到這個獨角獸的企業，除了 DeepSeek， 還有什麼接藥星辰啦、月之暗面啦，其實有很多。那大的科技巨頭公司，我們都知道還有什麼日節跳動的豆包，對不对？好，这個阿里巴巴的通義千問等等，有很多這種相關企業。那如果說美國在這個方面再去這個制裁中國大陸制裁它 AI 的話，後續結果就是中國自己發展出來自己一套的這種系統，那你美國更不要想要進入中國的這個市場，這是第一個理由。第二個，你知道美國如果說你想要進入中國市場，當然要跟當地的厂商來合作啊。這個現在的如果說你不合作的話，你怎麼樣才能夠進入中國市場？那我覺得第三個原因哦，就是這個價格的問題嘛，在商言商，對不对？我就希望更便宜，就像是這個DeepSeek 它的這種 token 就是比較便宜嘛。那如果說是這個能夠跟他合作的話，這個微軟能夠跟他合作，我當然可以用比較便宜的企業的成本價格，然後能夠進入到中國市場。